上周啊，做了耶伦访华这期节目啊，应该说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啊。评论区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啊，中国所谓的新三样啊，在全世界构成的这种工业海啸，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间获得的优势，而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啊。它冲击的是世界上的一般经济秩序。所以像美国啊、德国啊、日本啊这些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这些新三样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啊，实际上是正当的啊。认为中国这种就是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行为啊。我那期节目呢，因为其实只是讲了新三样这种工业海啸对现在当今国际上工业发达国家的冲击啊，没有讲背后的这个逻辑啊。那么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啊，中国的新三样，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是由低人权优势所带来的啊？关于低人权优势啊，这实际上是解释中国过去经济40年高速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这个词呢是秦晖先生发明的。秦晖先生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呢，他解释中国最近40年经济发展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就叫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他用专政手段剥夺了弱势者的讨价还价的权利，或者用了有一些无良经济学家的说法，叫做降低了交易成本，于是他就有了最大的可能从全世界吸引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然后就具有了一种血汗工厂对福利国家的优势。为什么任何发达国家都禁止打黑工，都禁止那种雇佣非法移民？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非法移民，但是他们的政策倒并不是说有非法移民我就把你像孙志刚那样子给收容起来，而是说他要制止企业雇佣这些非法移民。这个非法移民是没有打工的权利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嘛，非法移民就是属于那种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那些人嘛。如果企业雇佣这些人，那没人能跟他们竞争嘛。如果我雇这些人来干活，你雇那些本国公民的那些企业怎么能跟他竞争啊？什么叫做低人权优势？这就是所谓低人权，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劳工啊，没有获得本应该获得的报酬和权利啊，最终呢，资本家也包括这企业主啊，通过压榨他们，然后获得了一种成本上的优势。这种成本上的优势，既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的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竞争力啊。最核心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应该说，秦晖的这套理论呢，在国内影响还挺大的。国内有不少人，当然主要不是学经济学的啊，他们呢都赞成秦晖的这个说法。比如说有个学者叫邱峰，他其实跟过去秦晖的观点也比较类似啊。但是在我看来啊，其实秦晖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先看一下秦晖先生是怎么解释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啊。秦晖先生这个低人权优势啊，他其实也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有他的讲座啊。他讲了柬埔寨的这个叫基里龙的故事。他讲了柬埔寨历史上2度曾经采用过中国模式，一度呢是早年的红色高棉时期，咱就不说了，学老毛的那一套啊。后来呢就开始学中国式道路，尤其是最近的10-20年，因为早年是民主化呀什么之类的啊，现在呢也基本不见了，都变成了好像一党专政了。然后在经济上也在学中国啊，同时也引进了中国的一些项目，其中基里龙就是一个从中国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这基里龙啊是柬埔寨的一个水电站啊，这个水电站是1968年的时候啊，南斯拉夫帮他们援建的，但建好了2年之后，到1970年，因为柬埔寨打内战嘛，后来这个水电站就被破坏了。那么等到柬埔寨到了新世纪的时候呢，就跟中国签了一个协议啊，让中国帮着重建这个基里龙水电站。这基里龙的水电站呢，规模非常小，总装机容量只有1.8万千瓦啊，应该说对于中国现在的这个基建水平来说是易如反掌。所以中国的17投资了大概1900万美金，就是把那个破坏的设施修一修，修了一条从基里龙到金边的高压输电线路啊，100多公里啊。然后呢，这个采用的是 BOT 模式。BOT 模式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承建方出所有的钱把这东西建好，然后呢经营多少年之后呢，免费再送给对方。这个基里龙水电站呢，是中方出所有的建设资金，然后自己完全把这水电站建好。建好之后呢，经营30年。这30年的时候呢，柬埔寨政府需要向中国的基里龙水电站来购买电力。30年之后呢，这基里龙水电站就全部免费送给柬埔寨政府了啊。那基里龙水电站的建设啊，它是中国的水电这个基建到那去建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项目规划、项目设计，
项目监理，而且整个工人都是从中国过去的。那秦晖就发现了，这工人呢都是中国的农民工。他当时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的农民工到基里隆去建水电站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是比柬埔寨本地的工人还要高的。那你实际上，其实这跟秦晖先生一般的这个理论不是矛盾了吗？如果要是低人权优势有优势的话，中国的这个基建企业应该在柬埔寨本地雇工人，对不对？那他后来发现，他说这些工人呢，虽然工资比柬埔寨这些人工资高，但是他加班一天干14个小时所以按土方量来算，中国工人实际上还是比柬埔寨的工人便宜的。因为柬埔寨这个国家虽然穷，但是呢跟法国人学的有一套完善的劳动保护法，又是不让加班，又是每天工作8小时，还可以搞工会。所以呢他说你看这个按照土方量来算，中国的这些农民工还是便宜，还是低人权优势，因为他到了柬埔寨施工也是每天没黑没夜的干活，是吧？所以这就叫低人权优势嘛。所以秦晖的解释就中国的经济起飞很重要的有2点，他说第一就是低人权优势，第二加上科学管理。这科学管理是怎么来的呢？他讲了一个叫鲁布格冲击。所谓的鲁布格冲击是指云南当时有一个水电站叫鲁布格，这鲁布格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过去呢是国有企业自己建，一建10-20年。过去中国的水电站国有企业建的这个工期基本都这么长嘛。但是后来当时是李鹏做水电部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鲁布河水电站的一部分工程就承包给外商，好像就日本有一家企业就到这儿中标了。日本的大成公司搞的，它的水轮机是挪威的，它的那个发电机是西门子的，是吧？它的变电站的主变压器是日本驻有的，是吧？总而言之，是一个当时中国水电全面开放的一个体现。中标之后呢，人家也没有带自己的施工队伍施工队伍还是中国的，他只是项目管理方设计到了鲁布河水电站，结果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把整个工期做完了，而且质量非常高。但是大坝的主体部分呢，还是中方自己施工的，那工期拖拖拉拉，结果呢，这个质量还不行。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水电企业冲击极大，所以当时鲁布河水电站竣工之后呢，中国的这个水电企业纷纷到那个地方开现场会，就说为什么同样是中国工人，日本人组织的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工期效果，中国人自己组织就不行呢？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家日本的企业有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所以就把这个东西推广到中国的其他的水电企业了然后呢，于此中国的这个慢慢水电的水平就上升了。他说你看，这就叫科学管理加上这么一个低人权优势，就构成了中国制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套理论呢，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这个我觉得我是不赞成邱锋先生的这个低人权优势这套理论的。首先第一点，这个科学管理是哪来的？是学来的吗？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中国刚建国的时候，苏联给中国援建了156个项目。应该说当时援建这156个项目，那科学管理水平比中国当时的企业那要高得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汽当时引进的是苏联的那个汽车当时一汽有一个人跟我讲的一个很可笑的例子，就是一汽当时所有的汽车图纸全是从苏联拿过来的，他们就照猫画虎嘛，就整个过来生产了很多年，其中有一个部件他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最后呢到几十年之后才搞明白这个部件实际上因为苏联那地方比较冷，是防冻的。但是呢，苏联当时把这套图纸拿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把整个图纸都拿过来了嘛，就把这个防冻的设备也拿过来就生产了嘛。中国呢，当时照猫画虎生产了几十年，但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没有苏联那么冷的地区，这个设备根本不存在，根本不需要，根本不必要。但是呢，生产的中国的一汽牌的那个卡车几十年还在生产，这说明什么？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你就是在学，你只能学到这个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间，这些企业自己可以不断的迭代技术，包括中国的新三样，有很多技术早已经是现在比现在其他的工业强国还要高了。或者说这个科学管理在市场中间怎么能够变成一种自我激励，而不是说单纯的学习。你要知道企业家
他要想降低成本，他必须有一种自我激励机制，他才会想办法通过管理方式啊、组织方式来降低整个的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而后者才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最核心的。所谓的科学管理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只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这个内容而已，而后者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最重要的因素。那你想想，科学管理的优势，这个印度人学不学？越南人学不学？非洲人学不学？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就始终的没有发展起来呢？或者说发展的那么缓慢呢？其实这里头的内核不是在于这个所谓的看得见的企业管理和科学管理，而是那个经济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秦晖先生没有看到这个后者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他混淆了这个权利或者说自由跟待遇。第一人权，他很大程度上讲的是这些工人呐，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你看每天在加班，然后呢也没有人保护他们啊，然后就是不停的加班，然后收入很微薄。但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权利吗？在我看来这不是权利啊，这是待遇问题，这是你的获取劳动的报酬问题。那么什么叫权利？权利叫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权啊。人权呢，毛于轼先生曾经说过，所谓人权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可以行使，但是你行使的过程中间跟其他人不发生冲突的权利，比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比如说你迁徙自由，这就叫人权。这些人权你人人都可以行使，你行使的过程中也不会跟其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这就叫人权嘛。那么他说与人权对应的是特权，特权就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比如中国的干部病房，你到哪个级别你就可以享受到哪种待遇，那不可能人人都享用嘛，这就是冲突的。所以说人权的对立面是特权，毛于轼先生归纳的啊。在我看来啊，如果我们把人权归纳为自由，可能更准确。就是你比如说迁徙自由啊，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啊这些方面啊，而跟经济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就是这些自由。当然，这自由里头又分为两个分野啊，一个叫积极自由，一个叫消极自由。所谓的消极自由啊，是指我不做什么的权利，你不能强迫我做什么。积极性的这个自由啊，是你应该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利啊。那这两大派，如果学过政治学的，应该都知道啊，积极自由啊，非常容易走向这个福利国家，同时走向专制国家，这是大家都要小心的。大家如果要是看柏林的两种自由，非常清晰啊。那么消极自由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啊。那么在我看来，秦晖先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也把积极自由中间的一些权利跟待遇之间混淆了。所以他认为中国是第一人权优势加上科学管理就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轨迹啊。所有经济起飞发达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人权保障水平逐渐提高的，没有相反的。其实单纯的这个第一人权是没有优势的，这一点秦晖先生自己也讲了，所以他加了一个科学发展嘛，这个科学管理嘛。比如说奴隶制，如果在今天的世界搞，真的有优势吗？在我看来毫无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奴隶他本身把这些奴隶本身呢，他的人身自由都限制住了，不允许他比如说可以自由的去跟其他人签署经济契约的权利，同时他的身份、他的人身权利也受到了限制啊。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交易最核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理论是什么？是自由交易一定是可促进双方的福利的，所以才有自由交易嘛。所以因为奴隶制实际上它不是一种自由交易，所以本质上来讲，奴隶制是绝对不可能促进双方共同福利的发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北朝鲜，北朝鲜这个国家现在基本上是等同于奴隶制吧？它有经济发展吗？它就算学了科学管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暹罗经济区，南朝鲜也在北朝鲜建的那个经济特区，它经济发展起来了没有？并没有啊，它加上科学管理也不行啊，因为它这个国家的那一套经济制度安排不是市场经济的，不是经济自由为前提的，所以它是奴工加上那个所谓的科学管理也没发展起来。这就是我认为秦晖先生的那个理论缺陷啊。那紧接着我们就要
下一个问题，就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所谓的地人权优势啊，在我看来啊，很简单，2个方面的原因。大家在这个方面，我建议大家去看经济学者的论述，而不要看社会学者的论述。秦晖先生在解释很多历史问题的时候很令人尊重，但是在经济领域内，我认为啊，他实际上他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啊。过去4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发展，有2派解释，一派呢是从产权角度来解释的，一派是从经济自由角度来解释的。产权解释的这一派呢，基本上是周其仁和张卫营这一派啊，他们都认为中国过去的公有制，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地悲剧。公地悲剧嘛，这个资源使用是排他的，但是呢，法律啊，它规定的是不排他的，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导致公地悲剧，大家都是占便宜，然后呢，也没有一种自我激励。农村、城市都是一样的，城市国有企业，农村呢是人民公社，那每个人都不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利益跟这个工作本身的这样一种正向激励嘛，所以导致公地悲剧嘛，每个人都想占便宜，每个人都不想好好工作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他也讲到了，其实产权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啊，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交易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明确产权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城市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在企业里头也搞承包制，搞不成了之后呢，这国有企业就完蛋了，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的民营企业啊，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周其仁先生又引用了科斯的那套理论呢，解释了交易费用。他说这个交易费用啊，在国有企业里头说，如果交易费用为0，那么你的组织费用、组织成本费用一定趋于无穷大。这也就是我们过去计划经济啊那一套体系所带来的弊端嘛。所以就需要你通过市场经济中间这些小企业的成长啊，这个民营企业的成长，通过分散交易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来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费用的成本。那么周其仁先生他基本是用这一套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经济活力之所在。另外一派呢，就是以毛于轼先生他们这一批人呢来解释的，实际上是经济自由带来的。你想想，过去农民啊，你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还是个身份啊，你只能束缚在土地上嘛，你有户口嘛，你不能到城里去打工嘛，你到城里打工还抓你嘛。城市里的工人也是一样的，国有企业看起来是个铁饭碗，同时铁饭碗的同时呢，也限制了你的就业自由，你就只能在这个企业里啊。你过去你工人你辞职了，你到别的地方你能找到工作吗？不可能啊。那找工作的过程中，又要求你的户口，又要求你的档案什么之类的，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所以无论是城市和农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间都是朝经济不断自由的方向去发展的，允许农民到城里去打工，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当时朱镕基在改革时期就是打破铁饭碗了，砸碎铁饭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工人以选择自由。所以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毛于轼先生看来，就是经济不断自由化的过程，每个人拥有更多选择的过程。因为你只要呢给了这些人更多的选择，有了一个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配置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就一定会促进经济的更多的发展。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过去40年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2点，一个是产权不断的清晰，这个过程中间降低了交易费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间给每个人的权利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秦晖所讲的低人权优势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讲啊，秦晖先生所讲的低人权优势是一种横向比较，他讲的是中国的这些劳工获得的权利跟美国、跟日本、跟德国比起来，那个工人的水平很低，所以它生产的成本你就低，所以你的产品就有竞争力。而毛于轼他们先生所讲的是一种纵向比较，就中国的工人呢，跟改革开放之前，他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有了更好的劳动保障，有了更高的收入，这2种之间比较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得出的结论不同啊。
但在我看来啊，前一种视角比较啊，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性挑战。你就比如说今天的中国啊，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也在飙升啊，所以中国的产业化转移也在进行啊。很多过去我们那种单纯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产业，也逐渐的转移到越南、印度这些国家了。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实际上，如果中国要是仅仅靠劳动力优势的话，那么这种优势也正在逐渐的失去，所以才有产业升级这条路嘛，对吧？实际上，中国今天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啊，其实跟今天的越南、也包括柬埔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冲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范围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我那天在那个新三样那期节目里头讲了，我没有深入讲，就是这些福利国家、高福利的国家，他们的确是在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过程中给了劳工特别多的保护。那么这些过高的福利啊，今天的确是成为了他们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障碍。尤其是当中国这样的一个后发国家崛起之后啊，崛起之后呢，因为你的那些福利水平是跟你当时的经济优势联系在一起的，但反过来，当你这些经济优势面对中国这些真正冲击的时候，你还能维系那么高的福利水平吗？所以我们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其实美国为什么持续的可以保持经济繁荣？我认为有一点，美国实际上第一，它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头啊，它是一个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不是没有啊，但是它跟那些高福利国家比起来啊，它确确实实福利保障水平没有那么高，不像那个欧洲很多国家那么高的福利保障水平。第二，美国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管制最少的国家。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新经济形势为什么可以出现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确管制少，管制少就意味着经济自由嘛。所以美国繁荣的秘密就在于这两点。它实际上跟中国竞争过程中间也没有那么怕，但是那些高福利国家又拥有跟美国更多的那些管制的国家，面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冲击啊，在我看来，工业海啸对他们的那些竞争力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在我看来啊，中国的这些企业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不是靠低人权优势，是靠的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安排。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讲啊，就是中国呢，确确实实是因为缺少劳工组织，导致在整个 GDP 过程中间，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比例一直偏低。这个数字呢是公开的，大家可以查。我过去节目也讲过啊，就大概不到20%。其实毛于轼先生也讲过。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内需不足，也当然也导致了整个我们这个劳工获得的报酬比例的低嘛，对吧？那么这个呢，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啊，导致了中国这个劳工跟资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过程中间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是客观事实，这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因为这个，这是一个果而不是因。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我不知道啊，中国社会会不会博弈出来一套可以让劳工获得更好的劳动保障和劳动权益的那么一个社会制度啊？因为中共总体来讲，它是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呢，它就要摄取更多的财力，然后呢，来对这个整个这个国家进行一种支配，而且这种支配本身呢，还不是把这个东西更多的倾向于民生与保障，而是政府的建设，还有这不断的修航母等等啊，就这些啊。但是我要说的是，用低人权优势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成立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个话题很大啊，我返场再说几句啊。我前面讲的这些总结啊，其实都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很多人都论述过。最后我要讲一点，我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还有一个方面啊，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呢，中国政府啊，尤其是各级政府，它都是一个盈利性的企业，而不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大家都知道啊，从一般通行的普世价值角度来讲，政府就是一个以非盈利组织，因为政府不能以盈利为目标，你必须呢，就老百姓啊纳了税之后，就让你为了一个公共目标啊，你去来花这些钱嘛，这些钱基本就是保障教育啊、这个平等啊、军事啊各个方面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啊这方面的开支啊，就是政府本身不能以追求盈利为目的，
但是中国政府啊特别奇怪，在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政府是全世界几乎唯一一个追求 GDP 增长的这么一个组织，因为它把 GDP 当做一个考核机制。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每年把保8、保7、保6、保5啊当做是自我考核的目标。你想想，那它不就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组织吗？那么这个盈利性组织啊，一方面在它的官员选拔考核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自我激励，因为经济发展好了以后，这些官员有好处。你想，越是发达的地区，官员的好处越多嘛，有的可以贪污受贿，有的不贪污受贿，也可以间接获得许许多多的利益。所以对这些官员来讲啊，那么这个经济发展对他来说也构成了一种自我激励。所以在中国的企业里头啊，它就慢慢变成了一种盈利性企业了。也就是说，政府把当地的经济发展当做了一个自我目标，这是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张五强先生啊，他在讲啊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县域经济是一个互相竞争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只看到了现象，他没有看到本质。因为什么中国的县域经济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为什么每个县和每个县去竞争经济呢？按道理来讲，政府有什么动力去竞争我这个县的经济发展要比别的县好？本质上来讲，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就是一个盈利性企业，它是个经济怪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啊，它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对资本家的服务水平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过去有讲过很多次，在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中国这样经济自由化程度这么高，同时政府为企业服务这么好的环境。那特斯拉我不是讲过了吗？是吧？从这个开工到投产7个月的时间，你在全世界你上哪去找这样的地方呢？如果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对企业完善的保姆式的服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盈利性企业。为什么中国那些高官都产自于江浙沪啊？他为什么产生不了新疆啊、西藏啊、这个云南这些地方呢？那是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就经济不发达。所以对于官员选拔来说，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是一种自我激励。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了，对他们产生非常大的自我的好处。所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就是政府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企业来经营，而这个呢，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我认为啊，许多国家很难复制，也很难啊，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经济发展的独特路径啊去发展，因为它本身也跟法制不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好像缺少有效的途径有关。如果要是对政府的监督特别有效了，完全公开透明了，这些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不了太多好处了，实际上他也做不到这种所谓的自我激励了。这也就是周其仁先生所讲的腐败的正负效应啊，那一景吧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他用专政手段剥夺了弱势者的讨价还价的权利，然后就具有了一种血汗工厂对福利国家的优势。